嘿，大家好，我是演员。你知道吗？台北市政府过去为了解决贫穷和高龄安置的问题，在当时相当偏僻的松山区盖了一座号称亚洲最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机构，甚至在这里新建了超过500户的住宅，提供给弱势免费借住。这块过去的社福基地，到了2000年代，随着都市快速的发展，也面临了商业化与公共利益的拉锯战。经过多年的荒废以及大量的争议，如今的发展方向，你认为是对的选择吗？这是我借到的3本广慈博爱院纪念套书，搭配过去的旧报纸，探索这块社福用地的起源和3个功能设施，以及这里已经被铲平的免费住宅与它的历史进程。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广慈博爱园区现在的样子。这一栋高度比较低的是广慈卫福大楼，总共只有8层楼，里面除了联合医院以外还有从小到老的各式社福机构进驻。旁边这个挑高很高的是信义区行政中心总共有13层楼，其中的4楼呢是台北市立图书馆的广慈分馆。福德街这一侧目前正在盖捷运是红线信义线的东沿段。这边福德街派出所的旁边就有一个捷运站的出入口，目前预计是2026年的第1季会通车。接着我们去看一下全新的社会住宅长什么样子。房间的大门安装的是电子锁，这间是1房型16坪，每个月的租金含管理费是7300，有附一些柜子还有厨房，还有热水器，但是冷气跟床就得自己处理但是这里有一个设计让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卧室的墙壁要挖一个洞装玻璃呢？而且这里的浴室还蛮大的竟然还可以干湿分离，比我以前在台北租屋的厕所还要大太多了。一走出顶楼，立刻就看到101大楼在我们的面前。在高空跑道的弯道处呢，有一个观景平台，在这边可以看到台北信义区最精华地区的天际线。我本来想说跨年烟火的时候或许可以来这边看但是后来发现10点过后就不开放了。接着我们前往位于社福大楼的广慈文物陈列室，来看看这里很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一进入陈列室就可以看到旁边有展示广慈博爱院的门牌。最早它其实叫做台北市立救济院，后来是为了要去污名化所以把名称改为广慈博爱院。我有在这一份民国47年的报纸上面看到当时的台北市政府才刚开始要规划市立救济院，从这个时刻开始就是广慈博爱园区的起源不过当年也遇到了土地取得的问题所以市政府只能先在现在的联合医院的松德院区这边建立临时的救济院，规模很小，服务项目也很少。终于在3年后的报纸上面看到台北市政府终于解决了土地的问题终于可以开始动工了。到了1970年，亚洲最大的台北市立救济院终于完工启用。没想到在那个年代，政府要盖公共建设也是很难搞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广慈博爱院当时的服务对象这边有广慈博爱院的平面图，其中最大规模就是这4所敬老所，其实功能就和现在的养老院一样，老人是这边最主要的收容对象。书上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历年来有4997位长者只有891位是台湾人敬老所是服务身体状况还算不错的长者，而养护所则是照顾一些行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另外广慈博爱院还设有父子所以及育幼所，父子所的历史最为久远它是承接民国45年的妇女职业辅导馆的业务，帮助被迫从事不正当职业以及受到家庭暴力的妇女。陈列馆里面有展示一些当时就业辅导的作品主要的项目有美容，还有一些手工艺，在这边可以学到一些一技之长并且可以让他们重新进入社会。另外这边还有残疾儿童教养所，后来扩大编制改名为育幼所，开始接收孤儿以及需要被紧急保护的小孩，他们会负责带这些收容的孩子去学校读书，也会提供他们一切的生活所需，时常办理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让他们也有快乐的童年。这边有展示3个当时敬老所收容人的作品，这个木雕作品相当厉害人家作者明明就说这个作品是李白醉酒，但是这个展示说老翁树下坐，愿民用餐时摇铃，所以摇这个铃铛就等于大家来吃饭。但是这个陈列馆内容实在是很单薄所以对历史有兴趣的人不用特别来这边，其实看不到什么。接着时间跳转到晚上，我又半夜来补拍东西了，因为我检查我的素材的时候，发现竟然没有录到这个重要的地点。现在走在这片公园上面，已经没有任何建筑物了。1970年，台北市政府为了解决低收入户住的问题，在这边新建了第1座平价住宅，提供给低收入户免费的房子借住，总共有6栋，共504户。因为是全台第1批所以我认为其实蛮有纪念价值。依据当时的管理办法，申请到这边平价住宅的住户每个月只需要负担少许的房屋维护费。这一块本来是福德平宅，
现在都被拆掉了，变成公园。2000年代因应都市的发展，像广慈博爱院和福德平仔这种低密度使用大面积公有地的地方，自然会被政府视为都市更新的焦点。时间到2015年，市政府当时要拆掉福德平仔哦，那时候有承诺要保留一栋当做历史的见证，并且活化利用。但是过了3年，突然间改变政策，宣布要全部拆除哦，让当时的文资团体非常的不满啊。虽然福德平仔并没有特殊的外观，但它却有很有意义的历史内涵。如果都用这种方式对待近现代的历史建筑，台湾未来还会有更多像这种很有意义的历史建筑物被拆掉哦。所以我才一直在说啊，保留实体的历史建筑物，才能让未来的人呢，才有机会可以身临其境的想象当时的历史事件还有生活样态。会是它的石头是当初福德平仔的石头吗？不知道，因为没有任何牌子。但是感觉他特别做这样，感觉有什么历史意义？2006年开始啊，广慈博爱院就开始逐步停止营运，并且开始拆除。从那时候开始，这块地就长期荒废哦。居民希望把整块地做成大型的公园，但市政府最后只规划了小小的一块哦。其他的地方就持续空着。时间到2009年，市府以 BOT 的方式啊，与民间公司签约。原本这里是6.5公顷的社福用地，被缩减到只剩下2.9公顷。另外有1.6公顷要拿来当做公园，剩下的地方呢，则要拿来盖高级旅馆、豪宅，还有购物中心。当时的设计图啊，甚至画出了多栋超高的大楼，环绕园区的四周，与周边啊平均只有5层楼的住宅区形成强烈的对比，对当地居民的景观啊，还有生活品质的冲击相当之大，引起居民强烈的反弹。当时的护树团体质疑，园区内有上百棵的老树可能都会全部消失。社福团体则担心啊，把社福交给要赚钱的民间厂商经营，可能会沦为有钱才能享受的福利，失去了这边原本照顾弱势的初衷。2011年的时候，开发公司未能如期取得建造，被市府认定为重大违约，最终市府与其终止契约。2015年，台北市政府决定亲自接手整体规划营运。最初使用以屋就树的概念，设计了一栋像是美术馆的建筑物。护树团体用空拍图来比对啊，发现根本没有绕过老树。民众也认为这种曲线的设计啊，以后社会住宅住户要如何选购家具呢？当地居民则认为，大面积的连续结构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景观权，当时各方都是强烈的反对哦。另外，这个区域内原先规划有2800户的社会住宅，将会让信义区的大人里啊人数直接增加超过1倍哦。居民担心未来的环境还有交通的冲击。3年间，市府多次与民间团体啊还有在地居民协商，经过调降容积率还有设计图以后，终于在2018年达成共识，正式动工。现在的广慈博爱园区在2022年开始陆续完工启用，这里一共有6栋27层楼高的社会住宅。这一次我朋友抽到的是最晚完工的第3区哦。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在拥挤的信义区中难得的开放绿地和大面积的公园，甚至还能听到虫鸣鸟叫。这一场都市更新或许是一段价值观的拉锯，在精华地段啊，是要大量的商业开发，还是继续维持社福与公共利益的选择？不过这一块土地啊，还是回到了它最初的初衷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再见。